在弑亲的诅咒之中恐惧得无法自拔，即使得到神王的权利又如何？我的叔叔啊，您现在还不明白，在那遥远的未来，我将担负起另一个伟大的事业，那理性与智慧之光将如同火种一般遍布世界，那时天空、海洋、大地、冥界都会变得毫无意义。那伟大的世界需要理性和和平来酝养。说到了这里，雅典娜顿了一下，她看着一脸不解的海神波塞冬，继续说道：我在父亲的身体的时候，母亲向我展示了他们甜蜜的爱恋。母亲在一开始就知道她无法独占一个神王的爱，但作为一个女人，一旦爱上了对方，即使再理智再智慧，也会去想独占这份感情。每个没有父亲在身边的日子，母亲都感到无比的痛苦，所以母亲告诉我，她愿意留在父亲的体内，至少这样可以独占所爱的男人。为此，她愿意放弃自由，放弃智慧之神的神格。波塞冬依旧眉头紧皱，他实在搞不明白智慧女神摩提斯的选择。他思索了一下，说道：难道爱情真的可以让一个女神放弃自由吗？我不相信，雅典娜，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为了拒绝我而编造的假话。雅典娜莞尔一笑，她看向远处的奥林匹斯圣山，若有所思地缓缓说道：我知道，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我也不会相信我说过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东西比那自由，比那至高的权利更加的重要。忽然，雅典娜眉头紧锁，她似乎想到了什么似的，若有深意地说道：我出生之时感受到了命运的牵绊，在那一瞬，我似乎感受到了比至高的权利和自由更加值得我去追求的东西。但当我去寻找时，却毫无头绪或艰辛，那是比权力、爱情、自由更值得我去追求的，那也是我作为智慧女神诞生的意义。海神波塞冬不相信雅典娜话语的真实性，作为海洋霸主的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雅典娜的欺骗，怒气冲冲地伴随着海啸的声响离开了雅典娜的神殿。波塞冬并未放弃，宙斯身上的诅咒有两个，一个是二代父神克罗诺斯的诅咒，他诅咒宙斯会被他自己的儿子所取代，而另一个则是死亡泰坦亚帕托斯诅咒宙斯会被自己的子嗣抢夺作为神王的权利。波塞冬先去找了聪慧的先知先觉之神普罗米修斯，但普罗米修斯早已预知到了海神波塞冬的到来，早早地离开了自己的居所，出去避一避风头，如今只留下了后知后觉之神俄比莫托斯。海神波塞冬看着一点都不聪明的后知后觉之神，感觉到了一阵的无语，因为俄比莫托斯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于未来一丁点打算都没有。于是转身去挑拨死亡泰坦的另一个儿子，那力大无穷的泰坦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原始12泰坦之中死亡泰坦最强大的儿子，据说当年一代天空之神沃拉诺斯就曾经与他比试过力气，但最后阿特拉斯竟然不输分毫。在海神波塞冬的鼓舞和诱惑之下，泰坦阿特拉斯开始相信自己是那个能够推翻宙斯的诅咒之子，于是集结了万魔之祖低风的一些怪物孩子，打算进攻奥林匹斯圣山。那巨大的震动惊醒了在脑海之中与智慧女神摩提斯缠绵的宙斯。当得知是死亡泰坦的儿子阿特拉斯前来之时，宙斯知道那是泰坦的诅咒在作祟。那死亡泰坦的诅咒宙斯从未忘记过，只不过那些泰坦的儿子们一直没有把柄，所以迟迟没有找到整治他们的机会。如今泰坦阿特拉斯集结了魔物，正好给宙斯一个绝好的借口。宙斯带上诸神前来应战，那强烈的战争打了没多长时间，魔祖低风的魔子魔孙被杀得干干净净，而泰坦阿特拉斯也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宙斯与奥林匹斯诸神竟然如此的强大，那海洋中潜藏的海神波塞冬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过面。那大海一直风平浪静，未从